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想念大家。在旅行途中啊，我们也在思考怎么继续完善节目。就我呀，现在想计划做一系列的这个播客节目。其实想做一系列的播客呀，记录我的想法这种已经很久了。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半夜经常惊醒，有一些感悟想不吐不快，也有一些感悟呢，特别想让孩子能够认真聆听哈。就像巴菲特、俞敏洪等等一众大佬所说的，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之一就是认知的提高。我非常想传达给我的孩子一些掏心掏肺、发自肺腑的话和感悟。但是呢，一方面他现在年龄尚幼，另一方面我估计大概率是我以后跟他当面讲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只会触发他的逆鳞。所以我就想把这些话呢能够记录下来，也许将来他有哪一天看我的节目能听得进去。在此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后续的这个播客节目系列。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护陈峰和张雪峰的封杀事件。这几天这两位头部网红几乎是同时出事儿但处理方式其实是截然不同的。被封杀的原因又究竟是什么？背后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今天我们就来彻底聊一聊护陈峰、张雪峰封杀事件。要说这护陈峰和张雪峰虽然都被封了，但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张雪峰只是被禁言1个月，现在账号不能被关注，但1个月之后基本上应该会全面恢复。但护陈峰呢是全网彻底封杀了。2025年的9月30号，护陈峰在抖音、微博、B 站、小红书还有快手等等所有的主流平台的账号被永久注销或者清空，页面就显示他的账号没有办法查看，或因违反法律法规被封禁。直接搜索他的名字，有的平台已经看不到任何结果了。此前的9月20号呢，他首次遭到了多平台同步禁言，内容被清空，但账号还能搜索到。10天后就升级为全网消耗了，就直接查无此人了。对，可以说护陈峰的账号在中国已经彻底没有了再次解封的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而且即便他用别的小号想再次出山，除非他只用文字表达只要出现他的声音和影像，他一定会被再次彻底封杀。也就是说，护陈峰现在国内通过网络赚钱的希望是一点都没有了，他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生涯可以说是彻底结束了。不过我现在还是看见很多人转发护陈峰以前的直播切片就他以前过往的直播这些片段还是都可以看到的，就没有说就好像就全部下架。就说这个封禁是不允许他赚钱了，也不允许他再发表新的言论了，但是以前的这些言论还被允许的在尺度范围之内的，也是让网友们看一看就为什么他被封杀，是因为他说了这个，其实可能是想给大家看一看，还起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是吗？类似吧。当然了，护陈峰现在他虽然比较慌，但他显然是没有放弃。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引用他的视频，估计他已经想清楚了，现在国内没戏了，那唯一的途径就是继续扩大知名度，杀向海外。所以他鼓励别人转发、引用、评论他的视频，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而且他基本也达到目的了，几乎是每一个稍微有点影响力的简中自媒体都在谈论他被封杀的这个事件。张雪峰的情况完全不同2025年的9月24号，他的微博、抖音、快手、B 站和小红书平台的账号被禁止关注了。团队回应称是因为在直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当言论，违反了平台规则。但他的业务账号张雪峰讲升学规划仍在正常直播，这5个平台账号的粉丝合计超过6500万。而且根据目前的状态来看，张雪峰应该在1个月之后可以满血复活。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被封我们先来说这个护陈峰护陈峰他是因为发表了一系列的争议言论而多次曾经被短暂封禁过。2024年的5月，他在直播里就曾经对国产车和国产手机的评价比较低，并且他还说电车只选特斯拉，于是被封了。在当年的8月，他又发言说这个没有国际品牌和开欧美日航线的这个城市不配留年轻人，又被封了。之后是2025年的1月。他因为说什么月收入不到5000的人不配和他说话，还有年夜饭不如麦当劳等等这些言论，对吧？又被封了。但这些封禁他的处置都是比较快就解封了。真正让他最后翻车的是2025年8月开始流行这个苹果人和安卓人这个概念。那护陈峰就将消费者按照手机品牌划分为苹果和安卓，安卓用户呢就象征廉价、低端、劣质，苹果用户呢就象征精英高端优质。比如他在直播中有这么一段，就跟连麦的人说你是典型的安卓逻辑、安卓人、安卓学历、安卓素质、安卓态度，
就让这个安卓概念成为一个网络迷因。安卓水扔掉，哪个是安卓水？我不用多说，你知道。老师，这些都不是安卓水啊，里面有安卓水，有安卓水。好，安卓水直接扔掉，扔掉。你家不可能有值钱玩意儿的，扔掉。来，放大门口，现在给我放在大门口，扔掉，全部处理。这个架子上除了这个透明胶带是最有用的，剩下全部扔掉，放门口。音响扔掉，直接扔掉。小米音响啊，我天！我跟你说扔掉，如果是苹果的叫 Pod， 就那个小的音响，你放这儿没毛病。来，现在给我直接扔掉，不针对任何品牌啊，现在扔。这套标准啊，更延伸出一套完整的鄙视链，就将住房啊、汽车、消费习惯乃至学历都进行了对应的划分。比如特斯拉，就是苹果车；山姆呢是苹果超市；本科以上是苹果学历。那反之，格局差、隔音差的这个住宅就是安卓房，养那些什么并非名贵品种的猫就是安卓猫啊。由此啊，它就爆火之后呢，护城风就开始推出祝福陌生人越来越苹果的短视频业务。什么几十秒的视频要价2999元，也不知道什么人花钱买他这个祝福视频。据他本人在直播中透露啊，这之后他的月收入啊就接近了20万人民币啊！你想他这个一条视频就2900，但是这种分类方式迅速就激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你看这个话术里面说什么使用苹果产品就是成功和体面的象征啊，安卓用户就是仿佛低人一等。这些言论，你明显就充满了一些刻板印象、歧视和引战的色彩嘛。我觉得你也不用装什么外宾，不用赚几个臭钱就在这臭显摆，天天就是搞得你这个评论区对吧？一帮自以为自己是中产的人，觉得逛山姆特别的 fashion， 特别的 city， 对吧？瞧不起那些去逛菜市场的人。你自己是什么货色？你才从底层爬出来几天呀？你赚到钱之前，你是去山姆购物还是去你家楼下菜市场买菜啊？你告诉我，你回答我。3年前，2021年、2022年的时候，你是去山姆买菜还是去你家楼下菜市场买菜？你那时候没钱，你做汽修工的时候，你去哪儿买？你不就是在吹捧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吗？你忘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爬起来的，是不是？你忘了现在是谁在给你刷礼物了，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些普通人看，没有千千万万个安卓人看，你会是苹果的你吗？什么？是我苹果的我吗？我就是个普通人呐。是啊，你的认知就是安卓认知。如果以你的标准来划分的话，就是安卓人。但是我告诉你，时也是也，你的成功不是因为你能力很强，是时代发展到这儿了。是时代发展到这儿了，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护城风，你只是被时代推着裹挟着往前走而已，跟你自身的努力或许有关，但关系并不那么大。你不要自以为自己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就高高在上，搞什么苹果安卓划分法，很 low， 让人看起来非常的生理性不胜厌恶，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是，我以前跟你连麦的时候有说过，你丧失初心了，你现在是越发的变本加厉的忘本了。我告诉你，你再这样，离你的自我毁灭也就不远了。你3年前你护城风没起来的时候，你是个苹果护城风还是安卓护城风啊？那你一个人怎么还能苹果安卓呢？你为什么要拿这种东西当成侮辱人、贬低人的方式呢？那只猫它捡来的，它就是安卓猫吗？那什么是苹果猫呀？1万块钱的缅因猫就是苹果猫，是不是？你不就是在吹捧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吗？你忘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爬起来的，是不是？你忘了现在是谁在给你刷礼物了，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些普通人看，没有千千万万个安卓人看，你会是苹果的你吗？我在说你把人分成了安卓人和苹果人，我在开头就讲过了，你为什么会这样区分？我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们大家不都是努力生活着的人吗？是啊，安卓人、苹果人，你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这样千千万万个你口中的安卓人的努力奋斗，才有了你们这些苹果人的衣食无忧。那护城风现在账号做大了，影响力过大，不仅是他自己的账号，而且很多其他的自媒体人都会转发他直播的一些切片。而且你不得不说，他直播中有些这个言论和观点，我是挺赞同的啊，是有道理的。那又这些东西呢，就糅合在一起，就导致了他的很多言论啊，你真是想躲都躲不开，就很多人都在转发。当时啊，网上到处都是他这个什么关于安卓人、苹果人的这些什么直播切片哈。还真是，不得不说，护城风的直播我是一次都没有看过，对这个人呢也压根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就是因为他的直播满天飞，就多少还是有一些了解吧，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在微博上哈也算有一定影响力的，叫楚明宇。他在微博上呢大概有100多万粉丝，他最著名的
的标签啊，就是经常会就某一番行为然后评论什么上等人呐、下等人呐。对，我也看过。就比如我印象中我看过的，他就说哈，如果你家里装了一个按摩椅，那这个人家里一定是下等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装按摩椅的都是下等人嘛，真正的上等人就直接去美容院做按摩了嘛。所以我就想说，人家杨振宁现在家里做一个按摩椅，做个按摩也成下等人了。不仅是这番言论，他还有更夸大其词、更哗众取宠的呢。他比方说，喜欢金庸的都是下等人。这楚明宇最擅长的还是教人装，他认为装其实是提高自己的好办法，不是毛病。他的一个观点是装逼直到牛逼。这句话其实来自一句英国的格言 "Fake it until make it"。类似的短语呢，最早就出现在一首1968年的歌曲 "Fake in it"。他经常在网络平台就指出常见的一些失败的装逼套路，由此就然后进一步引出他著名的什么上等人、下等人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这就是安卓人和苹果人的意思嘛，就跟护城风其实它就是一个套路哈。没错，我还看过他的一些视频啊，就是他的一个粉丝好像挺有钱，在北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豪华别墅，就把他请到他自己的这个大别墅里面去玩，然后在介绍自己的这个装修啊等等一些摆件的时候，还问楚明宇说这个装修这块 low 不 low？ 就说呀，这个粉丝好像已经被楚明宇有点洗脑了，就生怕在楚明宇面前露怯那感觉啊。那楚明宇怎么说的呢？那当然了，你看他当着别人面，别人又把他请到家里去，又封为座上宾，然后这个人还有点钱，那就算是 low， 他也不能说 low 啊，是吧？不能当面说呀。所以他呢，就是以这种评价别人什么上等人、下等人的这种方式哈，来暗示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是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哈。当然，你看啊，他这个独立思考能力呢，肯定是有哈，但是真的就完全客观中立嘛？那显然不是，因为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哈，说罗永浩说什么都是对的，这显然就是屁股决对脑袋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不对？我们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人，这其实就挺暴露他的思维方式的哈。就他也会因为盲目的崇拜也好，或者是因为过于喜欢而对罗永浩失去了这个客观判断哈。而且随意 judge 别人、评论别人，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很 low 的行为。他这么说什么各种上等人、下等人的这种言论啊，无非也就是想哗众取宠，给自己的微博涨点热度。而且你刚刚说到他去别人家参观嘛，我还想起来他还发过一个视频，在上海去别人家里，然后没有脱鞋，就直接穿着他外边的鞋进别人家了。然后下面就有网友评论说：“哎，楚明宇，你去别人家做客，你怎么不脱鞋呀？”好家伙，楚明宇直接回了一个：“嗨，家里要脱鞋的那都是下等人的家，上等人的家都是穿着外面的鞋直接进家门的。”我就说对这么一个人的这种各种奇葩的言论，反正我真的是挺反感的。当然了，他有一些言论可能也是有一些道理的，我也是有一定的认同度的，但是呢，他还是有太多的这种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为了博眼球的这方言论，就导致我对他这个人的这个观感吧，反正是我觉得他不咋地。你怎么看他？跟你的观点非常类似，就是他确实有不少想法，因为我看过他的一些观点哈，他是有另辟蹊径和言之有物的地方，但是呢，他就像护城风一样哈，就经常把一些所谓的装逼失败的这个行为也好，或者一些人在某些领域存在的一些认知短板也好啊，因为人嘛，他总是有什么知识啊，还有礼仪的一些盲区。你可以说人家某个具体行为啊是不了解这个礼仪啊，或缺乏某一块的知识认知，但是如果你就因此就直接下结论说人家是下等人，那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就像你说非常下等，非常 low 哈。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比方说你说爱因斯坦和扎克伯格，你说他们生活很多细节，比如说怎么品红酒，或者是进家门脱不脱鞋，这些啊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一些不拘小节，或者是人家根本就不会花费任何的精力去关注的。那你能说爱因斯坦和扎克伯格人家是下等人，人家 low 吗？那你看这个楚明宇和护城风，他们其实本质是类似的啊，又给人呢下定义、贴标签啊，什么上等人、下等人、苹果人、安卓人哈啊，而且是非常这种刺眼的这种字眼。但是楚明宇他就没有像被护城风那样被封杀，而且你看这个上等人、下等人，其实比苹果人、安卓人更刺眼啊。那他为啥没被封杀？核心原因就是他目前肯定应该是影响力还是比较小，而且也没有在商业品牌之间搞对立哈。他的很多言论呢还没有被大量的扩散，他也没有直播切片，就像护城风那样被全网转发。所以护城风影响力过大被扩散，这是一个他被封杀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我对楚明宇的了解啊，护城风一定是被楚明宇归类于下等人。现在呢，我们把他跟下等人的护城风并为一类，因为他们都是靠这种标签来哗众取宠。
口吸引流量。我们说回护城风啊，就你看护城风的这些被扩散出来的直播切片啊，通常的套路就是他经常会连麦，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连麦呢，就是为了骂他、攻击他。他通常呢在几句话之内啊，就有一个惯常的套路，就是立刻会去询问对方的这个学历、收入和居住的环境和从事的工作。我受不了你了呀！你为什么受不了我呢？因为我看你长得真的很像一个汉奸啊！你是干什么的？我在读书，我在读中专，读中专是吧？对，这学汽修。和我判断的是一模一样的。我操！你不用说自己是读书，你现在干的事情跟读书没有一毛钱关系。你但凡读这么一丁点书，这么一奶奶书，你都不可能上中专。通过这些信息，尤其是当他确认啊，对方类似于什么中专、大专甚至高中毕业之后，马上就会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言外之意就是对方读的书太少，学历过低，认知过低，所以就会对很多关于历史啊，还有思维上的短板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其实他指出的那些他连麦对象的很多问题，我觉得很多讲的还是对的。比如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啊，还有就是说应该是更爱国去买国货，还是基于消费者的本能去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是对消费者更好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些问题的思路上，我觉得没有大的问题啊。但他的问题就在于就那种态度真的是居高临下，非常傲慢，尤其对于那个低学历、低认知的这个人群，那个态度，说话有点让人旁观者都忍不了。其实呢，你看另外一个大 V 大兵，他也谈过类似的问题，但是这个大兵他就不会用这样的态度，他对那些和他在认知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和不同的人，他仍旧会用一种很尊重的方式，只不过呢，这种方式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冷漠的尊重，就是说哈，我话就说到这儿，你能不能理解是你的问题，是你的事儿。他不做过多的争辩和浪费时间，也不说对方什么你认知低，或者说对方很 low 啊，他都不说这些话，他就是用一种温和但又不乏礼貌，有时候呢也许冷漠，但是呢也不乏礼貌的这种方式，既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又不强烈的去纠正对方的观点哈。但是护城风他就会用那种比较激烈的语气啊，就只说对方啊认知低下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态度。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护城风他就是想要这样的效果，他通过这种比较激烈的表达方式，然后吸引更多的关注嘛。这是有可能的。他之所以最近1-2年快速的出圈，就是因为他这个直播的这种风格嘛。如果你想他是用大兵那种方式，就比较委婉，那他的很多直播切片应该就不会被很多人转发，就不会出圈。别人转发的大部分都是那种什么矛盾的冲突的哈，那他的冲突性就会营造的非常好。那大兵呢，不仅不会去刻意的去营造这种冲突，反而呢会去淡化这种冲突。因为这个大兵啊，他是一个很成熟资深的大 V 哈。那护城风用大兵的方式，咱先不说他俩的认知还有这个语言风格存在着巨大差异，关键是护城风啊，他这种语言风格估计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出名了，他等不了啊，所以他必须得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第二呢，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每个人的语言风格，这肯定的。那护城风可能就觉得啊，他这种语言风格就更适合他，他讲起来最舒服、最自然哈。但其实你看大兵这种风格，只要你慢慢熬，做出自己的水平，那其实做成非常大的大 V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说大兵相对来说就是对中国社会理解更为深刻的哈。那大兵的粉丝其实是比护城风要多了10倍。那大兵这样的沟通方式，我相信他无论如何其实都不会引起这个监管的关注和封杀，而同样呢，他也能做到很多开启民智的效果。当然了，还有一个说法也是有可能的。就护城风的封杀哈，和之前封杀那个网红秀才有类似的可能原因，就是他们不被打赏嘛，被大哥打赏哈。那打赏他们的这些金主啊，有一些就是二代。那这些二代的财富呢，又不能明确说是怎么来的，但他们在直播间里又会问啊，你家为啥这么有钱呢？为什么你是这么优秀的苹果人？有点实力啊，是，这哪个城市？纽约。哎呦，纽约哪个位置啊？纽约这边 LIC 叫，听不懂。就是 Long Island City，Long Island City 就是在曼哈顿边上，这边都是留子住的。你这个房子多大平米？哎呦，这可以，这纽约住这种房子，你这厉害。搁纽约能住上这种房子，你不是一般人呐。我这是苹果房还是安卓房，虎子？绝对苹果。这是 Pro 版本的，可以 Pro Max 的房子，你是属于苹果 Pro Max 的房子，多少平米？对，
这苹果狗还是安卓狗？那必须苹果狗。所以呢，他们在直播间里打赏这种大手笔，以及这种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财富的来源，就有可能引发了他们一代的父辈的不满，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雷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所以就出手了。当然呢，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助力和推手，但最核心的本质原因其实还是我前面讲的那些。那再来说说张雪峰被封杀的可能原因那可能主要是这么2点就像我之前讲张雪峰那期节目分析的，他作为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网红，他的言论会引发台湾民间很大的反弹情绪那官方肯定是希望两岸民间是要尽量友好的，但张雪峰在视频中体现的那种有点类似于青筋暴起、情绪激动、满嘴脏话的这种激昂，这绝对会引发一些海外民众和台湾民众的这个情绪的反弹和不满，就觉得怎么这大陆民间提起这个战争就这么激动吗？当然，这绝对不是张雪峰被禁言1个月的最核心的原因，这应该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核心原因还是张雪峰在报考志愿方面的这个影响力，它有过大了，又在网上广泛传播，中长期看绝对会引发很多专业被群体性的这歧视或者被放弃。比如他对新闻系的看法是吧，非常明确；他对金融行业的这个家庭背景的观点呢，也非常明确。如果大学生报志愿都是奔着这个就业和赚钱去，那你在私底下1对1的指导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影响范围比较小嘛。但是如果放在网上被广泛传播，导致一些专业领域或者岗位受到了冷落，不仅没有优秀的素质高的考生报考，而且呢，有可能就会到了无人报考的境地，那就非常危险了。你比如说这个土木专业，还有核物理专业等等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是房地产不景气，所以土木专业比较落寞。但是你想，这个大型的基建还有核电站等等这些设计安全保障是需要非常优秀的、智商非常高的人才的。那越是这样的人才，越会经营和规划自己的未来。那在张雪峰这些言论的影响之下他这个直播切片广泛传播之下，那些能力和素质越高的人，就断然就不会去那些又冷门又赚不到太多钱，但是其实又是国家极其需要的这些专业领域，这必然会导致精英人才在某些特定领域的严重缺失，未来肯定会有非常大的隐患。所以这应该是张雪峰被封杀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当然了，张雪峰大概率只会被封1个月，又会被放出来，这很明确因为首先张雪峰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我相信他以后肯定会吸取经验，他会理解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招摇过市、扩大知名度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在名气已经有了的情况下，赛道已经选得非常好的情况下，闷声发大财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张雪峰这个捐款言论，它虽然是个导火索，但是那不能彻底打击不能让民众们看到说有捐款心的这些人被封杀呀。所以对于张雪峰呢，现在应该就是敲打一下，以后注意你的言论不要过激，脏话呢也少说一些。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继续，只不过你这个钱赚的要低调一些。所以我在这里预言一下，张雪峰后面再出来直播，肯定会比较收敛的去讲那些东西了。他不会在谈论到某一个专业的时候、某一类学校的时候进行普遍性的打击和不认可。他未来呢，必然也会用类似于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学生、你这个家长、你们家就是适合这个但他不会去说新闻这个专业不行了。这个不行了，那个专业不行了，不会再有这么讲了。就是突然像马云一样了呗。你看现在马云说话跟以前那简直了，风格突变呀。没错，而且他应该也不再会怎么用脏话了肯定这个情绪也会比较平和了。好，先了解一下护城峰最近几个月在封杀之前他的一个收入情况。就是最高的时候他税前几乎可以达到20万左右了。那扣去平台和税费，他大概每个月到手会有7、8万左右。但是他这个收入水平并不是说他过去2、3年每个月都这样就高峰期还是在最近几个月才出现的。所以他在网络爆红，而且开始真金白银赚钱的时间其实比较短。也就是说，我估计护城峰现在他在网络平台上赚到了钱，应该总体上不超过500万，甚至有可能会低于300万。本来呢，其实他已经上了一个快车道，即将快速赚到他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甚至1个亿但很可惜戛然而止了。所以护城峰的损失那是相当大的，确实是从长期来看是以亿来计算的。
关键是他之前的积累不够啊，这种封杀就导致他的实际损失、人生损失其实是非常大的啊。他现在面临的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也回不去以前那种什么踏踏实实去赚慢钱的那种状态了。比如汽修工，那肯定是不可能再去做了，一般的办公室工作也抓不住他的心了。他现在应该已经适应了这种赚快钱的心态，他那种荷尔蒙都是为那种打赏而激发的，是吧？哎呀，感谢我，不行，嗓子哑了。感谢我 KOKO666三总的总督。哎呀 ，KO 总啊，哎呀，你给小胡怎么开了个总督啊？我的天哪，2万块，2万元呐！哎呀，真是对小胡啊再造之恩呐！你这敢问这个世界上啊，除了父母之外，谁会对小胡这么好？哎呀，你说实话，2万块呀，你往小胡脸上砸，我都得说疼。户春风，我估计啊，他未来这个核心出路啊，应该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出海了，继续在网络平台来赚钱。但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海外观众这个口味啊，和户春风以前的这些粉丝应该相差还是挺大的。他其实，在海外自媒体呢，虽然也有一定的名气了，但是他的这个观点输出呢，总体还是比较有限的。他还得多读一些书，做更优质的内容，这对他确实是一个挑战。那张雪峰其实就不是问题了，他之前的积累已经足够丰厚了哈，几个亿肯定有了。他线下的这些公司呢，也都在继续运营，他的名气呢和公司的名气也非常大。即使他停播1-2年，就以这种惯性，他的生意啊，他的口碑其实会受一定影响，但不会那么大。他仍旧能够在线下疯狂赚钱，只要这个行业不被灭掉，张雪峰的经济损失呢，就是每年的营收可能会少个30-40%。从绝对值上来看呢，因为它体量大，所以可能金额呢也会有上亿。但是呢，也正是因为它体量大，它每年仍旧能够收入可观，还是以亿为单位来进行计量的哈。对，而且张雪峰和户晨风他们的受众完全不一样啊！张雪峰那些家长们的客户都是铁粉了，可以说真的是铁粉，而且可以说他们根本就不 care 张雪峰他私生活怎么样，或者说他到底爱不爱国。那些家长们只 care 自己的小孩将来能不能找一个好专业，然后毕业了能不能找一个这个收入高的工作。对，所以对于张雪峰来说啊，这都不是事儿哈。而且我前面讲过，他1个月之后嘛，就应该可以卷土重来。只要言语收敛，蒙神发财，张雪峰会平安落地。但这显然给他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我相信他对中国大陆社会规则的认知会有一个新的领悟和变化。张雪峰啊，我就不多谈了。我之前的一期节目已经讲了对于他的一些看法。今天呢，就重点来讲讲户晨风哈。其实户晨风的很多观点，你听起来其实还是挺有道理的。他的一些观点我也是认同的，但是啊，就是我极不认同他把人归类为苹果人和安卓人的这个带有强烈户晨风标签的这个梗。首先啊，户晨风本身就是他嘴里的那个安卓人呢。过去不用说了，那学历低又是汽修工是吧？那之后呢，虽然考取了基金经理的证书，但是也只干了3个月。再之后呢，就是他成功网络生涯了。所以他之前是确定无疑的安卓人，现在也是不是苹果人也是有待商榷的。那你想想，他是一个从安卓人过来的。那有必要对所谓的安卓人如此的这个居高临下吗？就算一些人他确实现阶段是安卓人，但也是未来有希望的。户晨风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吧？他从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块钱的汽修工，最后做到了月收入10几万，那人都是有无限可能的。而且户晨风我觉得他其实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可能以为啊，他的衣食父母是那些给他打赏的所谓的苹果人哈，但其实恰恰错了。恰恰是大量的粉丝其实都是他归类的那些安卓人阵营的，就是因为这些安卓人给他营造了一个在直播的时候热闹的氛围，有那么多的人围观，然后才会有那些他眼中的苹果人那些大哥进到他的直播间，最后完成这个变现打赏。所以安卓人绝对也是他的衣食父母啊。就是我觉得户晨风啊，他的认知在他的同龄中啊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呢，这和他的网络影响力呢应该还是不匹配的哈。其实他的不少观点哈，我是认同的，但是他这个表达方式我其实是非常不认同的。另外，我再谈谈就是他那些我不认同的观点。首先就是他对安卓的这个定义，
咱不否认哈，这安卓呢，它确实相对于苹果来说是有一些劣势的，核心呢就在于这个流畅性啊，尤其是这个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方面是不如苹果这个平台。因为这个苹果啊，它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但安卓系统呢，你就可以进入它的系统文件，所以呢，确实安卓会有相对多的这个漏洞和安全隐患。但是很多人，就包括我是既用苹果也用安卓，遇到这个什么和安全和个人隐私比较强关联的这些 app 呢，我就用这个苹果手机。同时呢，我又用安卓手机，也安装各种各样的这种丰富的 app 资源哈，具有更多的这个灵活性和可调试性。而且其实恰恰很多极客也都在用安卓手机，因为能够获取更深层的这个系统的权限，能支持呢更多的后台操作，去实现很多有趣的啊、有用的，而且在苹果这个平台上被限制的功能。所以你能说这些极客也非常 low 吗？不知道护城风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觉得他最让我接受不了的一点就是难道那些穷一点的人、买不起苹果的人，或者不那么在意安全性，而更喜欢这个享受安卓便利的人，还有那些喜欢小城市的静谧的人，这些踏踏实实生活的普通人，他们为什么要被以这个轻蔑的方式被称为安卓人，成为护城风眼中的类似于 loser 失败者呢？其实他们也过着很幸福安静的生活呀，也会有美好的人生体验呢。而苹果人又能保证一直都有美好的人生吗？是我本身是一个算是苹果人吧，就是我是循证医学的支持者。然后呢？但是我有一个安卓妈，所以我想说，我要怎么样说服，怎么样就是把我的安卓妈变成苹果妈？切割。安卓系统永远不可能变成苹果系统，只有切割。你跟你妈只能切割，知道吗？在他的直播之间中的感受就好像这个苹果人就是天堂一样的生活，而安卓人过着就是令人啧舌的生活一样，其实毫无必要。再往深了点说，护城风讲的这个苹果人就有意思，就是年轻人要去奋斗呢，就要去像苹果那样的城市去生活。但其实人生无非是一场体验嘛，人的适应性也非常强，其实完全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有的人他就愿意选择在节奏更慢的城市去过那种安逸稳定躺平的生活，但是呢，他同样可以读很多书，输出很多内容，内心的世界也可以非常丰富。那这样的人，你能把他定义为所谓的 low 的安卓人吗？那就是在护城风的这个认知里面，他其实属于那种刚刚开智，但是属于开智的应该说第一阶段或者第二阶段，他对于更高层次的这种认知还缺乏更多的思考，他现在还局限于在人类的这些原始的本能呢，就是什么如何过得更好，吃得更好所以就导致他的一些言论挺功利性的，就是说他还没有接触到真正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可能性，以及触及人类的智慧的终极智慧呢。就是开智开了一点儿，但不太多。对，但是呢，他就用一种极其自信甚至激烈的语气去传播他那些比较激烈的一点观点。当然呢，我觉得这也是成为网红的一个充分条件之一吧，但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综上我认为护城风它是有着明显优点的，就它能够成为网红，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比如学习能力强认知呢在同龄人中也属于比较好的，也善于表达和表演，善于在直播连麦中通过这个冲突对立来获得广泛的这个传播和关注但是它的短板就是认知有但不够高，对大陆的这个社会潜规则有认识，但是不太能够充分理解和清醒。其实他早就应该收敛一下了。其实他在成名之后已经赚到了月收入5-6万之后，他就应该收敛，就应该学大兵是怎么表达的这样的话呢，他大概率是不会被永久封禁的。二是呢，他可能其实反而会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他俩被封杀透露出的信号，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就是网红大 V 们，你们要韬光养晦，尽量用平和的方式表达平和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要和气一团。他们两个被封杀的原因各自不同，但有个共同点，就是太有锋芒。这个张雪峰别的不说，就他那个语气脏话连篇，估计就冲这一点封他个把月都有可能。我敢保证，这次封禁以后，张雪峰在直播里面再也不会有脏话了，也不会提出那种有对立的、激烈的、有标签性的观点了。那我们之前提到那位楚明宇，如果还搞那种什么上等人、下等人的标签，等他号再大一点，估计也危险了。总之呢，就是大 V 们要注意，一团和气，观点平和，向上，要积极向上，这样就比较安全。再不济呢，你就像大兵一样，可以适度的冷漠，但呢，你不要傲慢，不要激烈你可以适度表达自己的观点，那这样呢就会降低风险。好，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后续的播客节目。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多多点赞留言。如果有不同观点，也在评论区我们继续进一步交流。下期再会。